杀了8、9个，我弟弟在求救，我弟弟才8岁呀。这就是我弟弟读书的学校。第一次拿了一个苹果，让我弟弟没骗成功。之后呢，就是我妈妈生病，病得很危险，然后我弟弟嘛，就是很疼我们妈妈。一听我妈生病了，鞋子也没穿就跟他跑了，骗到学校对面那个甘蔗林里面，就把我弟弟给杀了嘛。我爸那时候找我弟弟从百河那边骑自行车骑到雷州，骑到龙梅，不吃不喝的，所以我爸也得了那种病，又抑郁中了。直到我爸去世的时候，写了遗书，他说这么多姐妹中只能托付给我，不管我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他抓死。他宇宙的都依然缺一个我吧。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生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追他，追到我死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每一个字都带着泪，每一个情节都让人揪心到喘不过气。一个女人为了给9岁被拐的弟弟讨回公道，赌上了自己整整27年的人生。2次婚姻破碎，差点被人贩子卖掉，甚至要忍着剜心的痛，跟一次拐走弟弟的嫌疑人处了3年网恋对象。每天发着违心的暧昧消息，只为套出弟弟的下落和对方的罪证。更让人心碎的是，他的母亲因为常年思念被拐的儿子，精神失常半生，直到2024年偶然得知儿子早已遇害的真相后一病不起，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弟弟的小名，说我等不到他回家了，最终带着遗憾撒手人寰。而姐姐李海玉也是直到2020年凶手被抓后，才从对方的供述里知道自己找了20多年的弟弟早就被这个仇人埋在了冰冷的甘蔗地里。这起发生在广东雷州的追凶案，藏着一个姐姐最深的执念，也藏着一个家庭最沉重的悲剧。今天小薇就带大家走进李海玉的27年追凶路。时间回到1992年的冬天，广东雷州的空气里还带着甘蔗地的清甜，却藏着足以毁掉一个家庭的黑暗。李海玉的父亲李忠祥带着妻子王满妹和不到9岁的小儿子李焕平，从湖南邵阳新宁县老家来到这里，承包了一片柑橘园讨生活。当时15岁的李海玉留在湖南老家读书，家里4个姐妹中只有弟弟李焕平是独苗。父亲疼他疼得厉害，就算当年因为超生被罚了500块，也执意要送弟弟去读书，还总给弟弟买崭新的海军服，家里人都爱叫他小500。那年父亲雇了个叫易长青的老乡帮忙打理柑橘园，这人原本是流浪汉，父亲看着同乡可怜，管吃管住，还给他开工资，算是对他有恩。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被收留的老乡会因为一点工资纠纷给这个家庭埋下毁灭的隐患。1992年12月22日上午，易长青因为工钱问题和李忠祥发生了激烈争执，被众人拉开后，他恶狠狠地放下一句狠话，要让你李家断子绝孙。没人把这句气话当真，可当天下午悲剧就发生了。易长青径直走到了李焕平就读的麦车坎小学，趴在教室窗口对着里面的李焕平招手，你妈妈生病了，我带你回家找爸爸。因为是父亲的工友，老师和同学都没起疑心。9岁的李焕平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绿色海军服，蹦蹦跳跳地跟着他走出了教室，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弟弟失踪后，父亲疯了一样到处找，村里人帮着他把附近的田野河流搜了个遍，却连一点踪迹都没有。直到2个月后，1993年2月19日，有村民在离学校几百米的甘蔗地里发现了一具男童遗体。父亲赶过去，远远看到那件绿色海军服，还有尸体右手拇指独特的指骨。因为李焕平的一只手有6根手指，也被叫做11指，所以李焕平一下就认出，再加上口袋里那串家里的钥匙，
父亲当场就瘫倒在地。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了。法医做了尸检后，把遗体交给家属处理。可父亲看着精神本就脆弱的妻子，又想到远在老家年纪还小的女儿们，咬着牙瞒下了这个残酷的真相，只说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悄悄把儿子埋在了村口马路旁的草地上。警方很快锁定易长青是嫌疑人，可赶到他湖南老家追捕时，才发现易长青压根儿没有户口，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父亲抛下柑橘园，一个人踏上追凶寻子路，没过几年就积劳成疾，身体垮了。弟弟失踪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母亲因为思念儿子，精神变得越来越差，经常半夜坐在床边，那8、9岁孩童穿的小鞋子，然后抱着鞋子哭到天亮。有时候还会偷偷跑出去找儿子，好几次都走丢了。1997年，20岁的李海玉从老家来到广东，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和精神失常的母亲，毅然辍学，扛起了养家和寻弟的重担。从那天起，李海玉就成了追凶路上的流浪者。他一边在广州、深圳等地打零工，干过力工，搬过砖头，开过小理发店，一边追着各种线索，跑遍了云南、贵州、四川、浙江等10几个省份。只要听到哪里有湖南口音的人提到易长青，他立马就赶过去，对外还谎称自己欠了易长青的钱，就为了多打听点消息。为此，他被骗过无数次，甚至有2次差点被人贩子卖掉。侥幸逃出来时，身上连1分钱都没有。为了追凶，他的2段婚姻都成了牺牲品。第一段婚姻，因为他总在外追凶，丈夫无法理解，最终离婚，女儿被判给了前夫。第2段婚姻，他以为找到了能依靠的人，却遭遇了家暴，可娘家人没有人能给他撑腰，他只能自己咬着牙离开。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只说：我不能放弃，我是弟弟唯一的希望，也是爸妈的希望，万一他还活着呢？2014年，常年在外追凶、积劳成疾的父亲病重离世。临终前，父亲从床底拿出一封长达3页纸的遗书，颤抖着交给李海玉，开头就写着：一定要找到易长青，是他把幻萍带走的，你要把他绳之以法，我才能瞑目。父亲到死都没说出遇害2个字，只强调是带走。李海玉当时只以为弟弟是被易长青拐卖了，更加坚定了要找到易长青救回弟弟的决心。他甚至觉得是自己一直追问弟弟的下落，才逼死了父亲。父亲走后，照顾精神失常的母亲成了李海玉的另一个重担。母亲后来患上了老年痴呆，总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把各种杂物堆在身边，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弟弟的小名老六。李海玉白天守着母亲，晚上才能打着手电去菜地种菜，每隔一会儿就要跑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出事儿。可就算这样，他也没停下追凶的脚步。他把父亲的遗书揣在怀里，把易长青的名字刻在心里，一直奔波在寻凶寻亲的路上。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李海玉通过父亲遗书上的线索，锁定了一个叫易华的男人。他在浙江当包工头，开着名车，过着光鲜的生活。李海玉凭着直觉判断，这个易华就是改头换面的易长青。2016年夏天，李海玉跑到易华的湖南老家附近蹲守。他藏在附近的山上，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就睡在草丛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终有一天，他看到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叼着烟走过来，他鼓起勇气，试探着喊了一声：易老板，你回来啦！男人停下脚步，问他是谁。李海玉强装镇定，谎称自己和老公以前跟着他打工，现在想再找份活干。他借着手机没电的理由留下了对方的微信，还偷偷拍下了他的照片。可对方只说自己叫易华，否认去过湛江，也不承认自己是易长青。看着手里模糊的照片，李海玉知道硬拼肯定不行。一个大胆又危险的想法在他心里成型：接近他，套取证据。他买了新的电话卡，注册了新的微信，换上一张长发女性的头像，开始主动给易华发消息。
为了让对方放下戒备，他扮演成婚姻不幸、渴望关怀的女人，每天忍着恶心跟易华聊家常、说情话。易华很好色，经常要求视频聊天，甚至提出裸聊。李海玉只能找各种借口推脱，信号不好，家里有人不方便。有好几次，易华提出要跟他开房见面，李海玉揣着一把小刀就准备赴约，心里想着大不了同归于尽，也要问出弟弟的下落。这3年里，他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一边是对可能拐走弟弟的嫌疑人的痛恨，一边是怕打草惊蛇、失去弟弟线索的焦虑。每次给易华发消息，都要先深呼吸，压下心里的厌恶。可一想到弟弟可能还在某个地方等着自己，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这场危险的扮演。终于，2019年3月5日，李海玉在聊天中有意无意地提起湛江的柑橘园，提起当年的工资纠纷。聊着聊着，易华的防备心彻底放下，在微信里亲口承认：“我就是易长青，当年在湛江待过。”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李海玉趴在桌上嚎啕大哭。这3年的煎熬、委屈，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意义。他赶紧把所有聊天记录、视频截图都保存好，这是他用命换来的关键证据。2020年5月23日，李海玉带着完整的证据链，协助警方在广西将易华抓获。面对证据，易华终于供述了当年的罪行。他把李焕平带到甘蔗地后，用刀捅刺其胸部、左腋下等部位，见孩子没动静后，把刀扔在旁边就逃走了。后来他改名为易庚华，用假身份生活了近30年。直到这时，李海玉才从办案民警口中听到那个让他崩溃的真相：他找了20多年的弟弟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让他瘦了整整20斤。他哭着说：“我一直以为他还活着，还在等着我找他，没想到。”李海玉在警方的陪同下回到当年的甘蔗地，想找回弟弟的尸骨，可因为时间太久，路变了，树砍了，就算动用挖掘机挖掘，也没能找到准确的位置。本以为正义终于要来了，可2021年2月，检察院因为当年的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丢失，做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易庚华被释放了。这个结果像一盆冷水，把李海玉浇得透心凉。他没有放弃，一次次向上级检察院申诉。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决定，案件终于重启公诉程序。而就在案件拉锯的同时，更残酷的打击来了。2024年，母亲偶然看到弟弟的死亡证明，才知道自己思念了30多年的儿子早已遇害。再加上误闻女儿在湛江出事的谣言，当场突发脑出血，被李海玉租车送到医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0多天，才转到普通病房，直到年底才出院。母亲好几次陷入弥留状态，李海玉只能骗她说，案子马上就要判了，等判了就带你去看弟弟。母亲也多次奇迹般的活了过来。2025年10月15日，母亲在弥留之际，跟李海玉立下了一个沉重的3年之约。如果3年内能给你弟弟讨回公道，你就好好生活，找个依靠；如果等不到，妈就随你的意。说完这句话，母亲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最终也没能等到凶手被判刑的那一天。李海玉抱着母亲的遗体哭了很久，他在心里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一定会让凶手付出代价，不会让您和弟弟失望。”2025年12月23日，这起横跨33年的案件终于迎来一审宣判。开庭前一天，李海玉起了个大早，割菜喂完鸡，把父母的遗像从墙上取下来，又带上给弟弟准备的3套名衣。他前几天梦到弟弟说：“我好冷，想回家。”出发前，他还特意用推剪把自己的头发剃光，这是他的习惯。几年前他就发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每次去湛江处理案件相关的事儿，都会剃头明志，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到底。法庭上，法官宣判，易庚华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官解释，因为案件时间太久，部分关键物证丢失，被害人具体死因等情节无法完全查清，量刑证据存在瑕疵，所以做出了死缓的判决。走出法庭，李海玉没有哭，他带着父母的遗像和弟弟的名衣，来到村口马路旁弟弟的埋葬地，点燃名衣，跪着对弟弟说：弟弟，杀害你的凶手被判死缓了，我替爸妈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好的，我会继续申诉，给你一个公道的结果。小薇讲到这里，心里有些难受。李海玉用自己27年的青春换来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判决。她从20岁的姑娘熬成了48岁的中年人，失去了婚姻，错过了陪伴孩子的时光，送走了苦苦等待的父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追凶上。前20多年，她抱着弟弟还活着的希望奔波，知道真相后，她又带着为弟弟报仇的执念坚持。有人说她太执着，可小薇觉得这份执着的背后是姐姐对弟弟最深的思念，是女儿对父母的承诺，是普通人对正义最朴素的渴望。这起案子也让我们看到，有些正义需要有人用一生去等待，去推动。如果不是李海玉的坚持，易根华可能至今还在逍遥法外。可如果当年的证据没有丢失，如果父亲没有为了保护家人隐瞒真相，这个家庭是不是就能少一点遗憾？母亲是不是就能不用在思念和误解中痛苦半生？最后，小薇想问问大家2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易根华被判死缓合理吗？考虑到他潜逃近30年，犯罪手段残忍，是不是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如果换成你，面对弟弟被拐的执念，你能像李海玉一样坚持追凶27年吗？知道真相后，你又会如何选择？或者你有什么想对李海玉说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跟小薇聊聊。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讲到这里，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